当年新机上市3799元的三星 S4 Zoom 相机手机，号称拥有1600万堪比相机的伸缩镜头装在手机里面，如今的价格只需要158块。这个手机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啊？这个是2013年的时候发布的手机，距今的话呢，已经有11年的时间了。今天还是一样老规矩，原封包装买过来了。之前我们拍过的那些手机，很多人都是私信大兴，想问大兴卖不卖。其实基本上啊，我能买到这一款，而且是带包装的，已经很不容易了。我本来自己都想收藏的，所以各位就千万别问我大兴出不出手了，因为找到这东西都很困难。其实这个手机呢，本来是不值什么钱，就几十块钱的玩意儿，但是在前几年网上有人拍过了它的视频，一下子就在互联网上爆火，结果呢，立马呢二手贩子啊直接涨价。我这台带包装呢，可就说来话长了，花了我488块钱。当时我买的时候呢，是一全套带包装，但是搬家以后呢，就只剩下一个手机盒子被我丢了，然后这个视频呢就一直没拍，所以等了几个月啊，终于又被我找了一台带了包装的手机，所以就相当于是我买了2台，第2台花了我158块，但是第2台呢是不开机的。等会儿我们再细说这台手机，好吧？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年在11年前的手机，它用起来到底是怎么样子的。我还并不是执着于包装啊，因为拍视频嘛，有个包装的话会更有仪式感一些。当时买的这个包装可比它新多了啊，这是后面重新买的一个带包装的，反正上面的贴纸呢已经是很有年代感了。这个手机盒子那是真的小啊，比现在我们手机盒子小很多，但是很厚。其实这样一看啊，很容易会让人联想到你买的是一个相机，但实际上啊，它是一台手机。这下面可以看得到啊，来吧，咱一起来看看啊，这玩意到底长什么样子。哇，这是手机，朋友们，这不是相机啊。从这边看啊，它就是相机，但是你反过来，哎，那这就是手机了。然后底下的配件呢，基本上就不用看啊，这个配件是我后面配的，只剩下这个头子和这个手机。这个头子是它原装的，其他线的啥的我都全不见了。但不过重新买的盒子，它里面也有这些说明书啊之类的。以前就是跟中国联通合作，然后还有这个快速指南啊、3包凭证、使用说明书，全套这个东西都有，但是就是没有充电器那些配件啊。现在回归手机本体啊，你们看下这手机，那就按2024年的眼光，不然你们觉得这款手机满分10分能够打到几分？好吧，那接着直接开机哈。开机动画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当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用过这个手机啊。开机动画就是这样，然后已经进入系统了，直接滑动解锁。它这个滑动解锁和那个苹果的还不太一样啊，它是随意滑，包括这样滑也可以啊。随便怎么滑，往上滑，这样滑都可以，它就能够解锁。从正面看的话呢，它就是手机，但是你反过来的话呢，它就是相机。而且这个不单单只是相机这么简单，朋友们，它基本上啊，把所有相机该有的功能，它全部都拥有了。你看，比方说相机这个快门键，手机这里也有，就是在这个地方。然后相机闪光灯啊，之前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翻转，我这个好像没有啊，它这个有闪光灯。然后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闪光灯啊，它这个手机也有。还有就是相机的镜头啊，这个手机也有。最让我意外的就是相机它的底下啊有一个这个圆孔，看到没？这个圆孔是接这个支架的。这个手机啊，它也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侧面啊，你只要把这个抠开，你看这跟相机的那是一模一样，而且同样也是完美适配啊。然后还有就是相机的卡槽，这个地方放 SD 卡的，手机也有，在这个地方。看，但是它放的是小卡，那是大卡。还有呢，就是相机的装电池的方式，我们正常装进去是这样装，然后你要拿出来的话，直接往这一抠，它就弹出来了。看这手机啊，直接把这抠开，然后直接往这一拨。看到没？这个电池直接出来了，朋友们，相当于当年啊，就属于是把一个相机塞到了手机里面，并且呢，功能呢都跟相机上面的很多功能都是很相似的，不像以前装电池是抠出来的，它这个是直接弹出式。然后系统里面啊，基本上可以用的、可以玩的，好像就没有了。我也试过了，包括这里看啊，它这个导航系统啊，好像都已经是停用不了了。然后还有它的什么应用商店啊，这应用商店更新了，它也安装不了。基本上能用的话呢，可能也就只是它的拍照功能，还有打电话，其他上网的功能呢，几乎来说是做不了。很多软件的话，它都已经停用了。系统啊，我看了一下，它用的是安卓4.2.2的版本，很老的一个系统了。如果是有一些老应用的话，它应该是可以支持得了的，只是它里面没有安装而已。另外呢，这块屏幕啊，在当年10年前，朋友们，它用的都是 OLED 的屏幕。要知道这是11年前，2013年的时候啊，当年那个时候大家用的是什么样的手机？可以打在公屏啊。好吧，那接着呢，我们就直接看看它的照相功能吧。它这个相机呢，其实也是很有意思啊。我们只需要直接打开照相机。你看，你一打开的时候啊，它会弹出，打开，看这就开了啊。然后你关掉的话，它直接会缩回去。
全自动的操作。最重点是它的模式啊，它里面有很多种模式，包括自动模式、智能模式、专业模式。智能模式呢又分为很多种，什么光线追踪啊、烟火啊、夜景啊、日落啊、轮廓啊、剪影啊、有声啊等等等等，还可以拍动态照片。13年，朋友们能拍实况照片，我试一下啊，拍一张，抬个手。这个就是实况照片，拍完一张。不过它跟之前的可能不一样，它要录5秒钟，然后让你截取其中你想要的部分。其实说白了就是自动播放成一个很小的一个 GIF 图，应该是这个意思。跟现在我们拍的那种什么实况照片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然后除了这个功能呢，它其实里面还有什么专业模式。这个专业模式的话呢，就真的属于是复刻了那个相机的操作。你看看，这任何调参数都是对应的那相机的那种调参数的方式。这个是调快门速的，顶上这个是调 ISO 的，你看它这个也是一样啊，这个调 ISO， 看，真的让你有一种在玩相机的那个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啊，它除了这个伸缩镜头出来以后呢，它其实还可以调焦距。焦距的话呢，最大是可以放大10倍啊，我们只需要转动这个转轮就可以变焦，最大可以变大10倍，你们自己看。很清楚啊，只不过是说现在逆着光拍啊。就这样侧面这样打开看，我天哪，朋友们，这谁看的谁不想来了那么一台？你想想，其实在之前呢，我就已经是拍好了一些照片，我对比呢是我手上用的这一台手机啊，本来是想对比 iPhone 5S 啊，但是5S 在它面前我感觉完全是没得比，所以我就直接对比了这个手机。对比现在用的手机的时候呢，整体我只能说好像还是有点小胜现在我用的手机。但是拍近处的话呢，还是感觉苹果的目前来说要好一些。三星的这个只是说大体可以，但是细节的话呢，还是没有现在这个苹果厉害。但是你要知道，这是10年前的三星对比现在最新的苹果，如果用以前的苹果对比它，那肯定我估计三星完胜。前置只有200万像素啊，拍整体的话呢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一个是现在我用的手机，一个是现在三星的，这两个画质其实还是有区别的。现在手机更清楚一点，但是一台是10多年前的手机，200万像素的，你看看，就当年的旗舰机啊，我感觉还是挺可以的，毕竟是前置嘛，而且能拍出那种年代感。你看。安咪修那种感觉。如果说2013年的话呢，就有咱们的短视频平台啊，只需要有这个手机，朋友们揣的一个支架，那就可以完美秒变相机。只要这样拿出去啊，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来拍 vlog 视频。OK， 那接着我们就出去试试看啊。基本上这样看的话呢，好像还可以吧。目前来说，这个画质我感觉基本上就跟我们买到的那种运动相机的那种画质差不多。这飞哥又在搞什么玩意儿啊？唰啦唰啦的，飞哥应该是在炖肉哈。如果说我们要拍自己的话啊，用主镜头，那就是看不到自己人，它跟相机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相机它有个翻转镜头嘛，这个呢就是没有翻转镜头。我是只拿了一个八爪鱼，如果是这样持着的话，不知道效果怎么样啊。只有成了出片以后才知道。画面的话呢，其实这样看还是比较陡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解决的，就用一个那种云台应该就可以，因为它毕竟底下它有一个那种相机接口啊，上到这个地方，其实这样拍我感觉还可以吧，我看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啊，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如果要看远处，直接可以放大。OK， 这已经是最大了，还可以缩小。还行。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说回啊，为什么我买了2台这个手机？这2台是一模一样的，这台花了我488，这台只花了我158，就是因为三星这个手机它其实有个通病，就是很长时间如果不开机的话，等到哪一天再插电开机，它就开不了了。原因呢也没有人知道，据说呢就是换一块主板就好了。然后我买的这个便宜的100多块钱，就是因为开不了机。然后后面呢，我在网上又买了一块主板，把它全部换上了，成功开机。但是啊，它的主板这个地方就是插相机的这个模组，就是这个插口可能是坏了，能开机，只不过是相机显示摄像机异常，所以呢，主板呢我就给它退回去了。但手机呢是好的哈，它这是正常能用，只不过是主板有问题而已。所以这个视频呢也是很简单，很多人不是想要嘛，那正好呢，咱们就评论区抽出一个粉丝，把这个手机送给你们啊。当然你们别看现在是这个样子，因为是我自己拆的哈，到时候我再买一块主板，我把它给换上，如果测试所有的功能是好的话，咱们再抽奖送给大家。当然前提是得我修好，如果修不好的话，那送给你们也没有用，因为主要的功能就是拍照嘛。这个现在目前是插上主板，相机来不了，模组是好的啊。我把这个换到这上面，我也试过，这是好的啊。所以可能修的话呢，还要再等个几天左右。那最后呢，我还是想问各位一个问题啊，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台这样的手机，你会拿来干什么？可以打在公屏啊。